我应该给他一个拥抱的，但一直没找到机会。我怎么总是这样啊？跟他同航班回国的人，可信吗？放心吧，我多年的助手会看着他平安入境的。我的律师去警察局了解情况了，很遗憾，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。全部证人证词都指向是一起意外斗殴事件，你们只是被牵连的路人之一。但我的直觉不寻常，你必须立刻回国，在境外有太多不确定性了。财务调查最快什么时候出结果？30个工作日。1个多月。只要你想回去，我随时能让你回国。不能不明不白的回去，我需要等待一个调查的真相，否则不仅仅是对自己不公平，更影响了这个研究院未来招收中国学生的态度。作为律师，我不支持你，但作为朋友，我尊重你的意愿。走吧。两晋之后的南北朝，皇权愈发不稳，手握军权的大将和望族掌控实权。长安地处要位，据守此处之人常被京师忌惮。茶叶包挂衣柜，房住。你这个单身汉一定不懂。先生，今天需要换床单被套吗？不用了吧？好的，谢谢。遇到什么想不通的难题啊？想得通，但无解。是关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？这算什么呢？婚姻学吧。梅先生，进来吧。喝点什么？来点微……不好意思，酒都被我助理拿走了，只有饮料，冰箱里有。不用了，不渴。我们两家是世交，你我二人早该是朋友了。
凭我的直觉，你我之间维持着这种工作关系最方便。你秘书送来的文件我还没来得及看，如果你是为这个而来的，那必然要空手而回了。我这个项目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是被你找到了什么漏洞？你如果怕有漏洞啊，可以让你的律师团队呢再过一遍，我不介意。反正也看不过来。那我继续等，不打扰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你说。我的助理们不太懂事，如果有冒犯到你的地方，还请谅解。嗨，没什么。我的律师们在工作上也是一贯追求效率，不近人情，所以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，也请多包涵。对了，我讨厌麻烦，讨厌被人牵连，更讨厌浪费时间帮人，缺乏同情心，所以没几个朋友。周生辰是我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，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个。大哥好福气。所以他在不来梅再出事，我一定会算在你的头上。他品行高洁，我不是；他宽容，我更不是。你记住这一点。梅先生可能对我有什么误解。你是这2年唯一和他有利益纠葛的人，怀疑你很正常。那我认真的回答你，我是他弟弟，我比任何人都担心他的安危。也是啊，血浓于水，他是你的亲哥哥。不多说了，你的文件我会尽快看的。等你的好消息。嗯。喂了1个星期了，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。钳子大的叫氯化钠，另一只叫谷氨酸钠。氯化钠我知道，另一个什么谷氨酸钠，味精。啊，受教。哦，对了，我新家网线没装好，想后天搬，不耽误你们吧？不耽误，他暂时不回来。为什么呀？他过去工作的研究所有事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哦，你们结婚之后就没见过几次，现在又要2地分居，不怕影响感情啊？按部就班，逐渐升温中。哼，石老师，你危险啦！自我麻痹，自我陶醉。人生一回须尽欢，何必总钻牛角尖啊？行行，算你心大。哦，对了，我那个配音大赛决赛定了，在乌镇，你想去吗？你去当评委，我去干嘛？
我是主评委，能带1个人。啊，哼，你们家就说去不了，才退而求其次找我啊？免费的，你去不去啊？乌镇被你们包了？没那么大阵仗，包了几家客栈，主办方给了2间房。你去的话，我分你1间。好。难办啊。也难也不难，我只是好奇这个哥哥。你说，一个背景单纯、28岁前对生意一窍不通的科学家，怎么会忽然回来掌舵家族企业呢？让你继承家业，你不愿意啊？我为了研究透他，看过他全部的论文，人家可是一个真材实料的科学家，一点都不假。要真有继承家业的想法，又何必10年如一日苦哈哈的待在实验室呢？图什么？行，你好好琢磨琢磨啊！我回去补个觉，头疼。这2天出差，没来得及回你。在哪儿呢？干嘛呢？我刚出差回来，出差忙得跟西西都没时间回来。这2天确实有点忙，对不起啊。哦。不过明天我休息。哦，明天我去乌镇。去工作还是去玩啊？算是去玩吧。乌镇不错，之前去玩过一次，挺好的。那个，和朋友去吗？对，我室友。乌镇真不错，江南4大古镇之一，有机会还真想再去玩一次。你不是明天休息吗？一块儿去呗，反正也不远。你不是和室友去吗？那方便吗？他出差，我随行，多带你一个，正好帮我拎包。没问题，那我晚上安排一下，给你消息。好，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嗨，来啦。正式为你们介绍，这是杜峰，这是11。你好。你好，啊，你们俩的房间和我不在一个客栈，不过离得不远。晚上我请同行吃饭，你们俩一起去吧。为什么要你请啊？上次得奖了，说好的。好的，走吧，先去客栈。给你们介绍，这些都是我的同行，刘金老师，《三秦大地》纪录片的配音老师，这位是董佩老师，那一位是万有成老师，和我一起搭档配音美人谷的。11，你介绍的也太详细了。其实大家吃饭吃着吃着就熟了。来来来，对，今天感谢石老师被薅羊毛了。来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记者洪小玉，平时也是被人叫老师的。反正我们今天都一样，能够坐在这里的全都是老师。来，老师们，今夜欢聚乌镇，全放开了，开心为主啊！好，干杯！幸会。吃吧，来吃。这是山药吧？
我跟你们说啊，等一下吃完饭了，千万不要瞎溜达。像这种水乡，大多都有故事在里边儿。什么故事啊？你上次不是说了吗？哎，那个江南水乡的故事，有个人住在那儿，突然失踪了，然后自己走回来。你无缘无故讲这个，你不知道十一胆子小，天还没黑呢，不至于吧？晚上就至于了。行吧，行吧，吃吧。他怎么知道你胆子小啊？合作久了的人都知道，很正常。不对，不正常，非常不正常。少八卦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那个老公知道有人喜欢你，会不会吃醋了？应该会吧。不会连这一点自信都没有吧？所以我说，嫁人还是要嫁爱自己多一些的。我眼看着你怎么喜欢他，怎么开始，甚至连仪式都没有，莫名其妙就结婚了，你太上心了。明明自己是传世珍宝，偏就当地摊珍珠给卖了。你这都什么比喻啊？本来就是。他的态度胜过任何仪式，他可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地摊珍珠。我接个电话。来，再干一个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开心啊！干杯！刚才在聚会，人有点多。那我开始了。开始吧。今天早上我跟平时一样，5点45起的床。不过昨天晚上不来梅下了大暴雨，所以整个阳台上全是积水。我花了10分钟的时间把阳台清理干净了，然后又花了10分钟的时间烤了一片吐司，热了一杯牛奶。吃完早餐之后，天刚好亮。哦。最近好像有人追我。王英东啊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一直都知道。你是不是想问我会不会介意啊？你可以理解为，我就是因为介意，才会想要随时掌握你的动态。也是因为介意，才会记住他的名字。真的？真的。怎么，又是混医学？如果有人追你太太，你会怎么做啊？这不就结束了吗？有人追你太太啊？那你想怎么样？石姨为什么这么怕黑啊？很少见成年人会怕黑成这样。怕黑正常呀，我外婆到老了也是不肯自己在家住，要不然就是有人陪，要不然就去儿女家住。这背后肯定是有故事啊！你瞎猜的？猜对了。他从小梦多，梦到的全是兵荒马乱，梦做多了，天一黑就害怕，不敢独处，不和别人说话，还去看过精神科的医生，但其实也没查出什么问题。后来休学了2年，回来慢慢好一点了，但还是怕黑。当然现在要比小时候好多了。